恶毒哥哥为了得到我新开业的饭馆，竟联合偏心父亲带人来我的饭馆闹事。如果梁白金之前没告诉你，那我今天再告诉你一次，我与你的那个家情断义绝，从此陌路。梁尚君顿时气得发抖，一张老脸憋得通红。你这个逆子，反了天了！今天我非得把你抓回去教训不可。抓我回去？你凭什么？就凭你从家里拿钱。当着这么多人面，小偷的名声梁白开可不会背。药你可以乱喝，活不活不关我的事，话你不能乱说。你不要脸我还要。如果说之前见到梁尚君还给其保留了一份体面，当亲口听见父亲污蔑自己，梁白开彻底撕破了脸，说话时半点情面都不再留了。梁尚君再一次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梁白开，你别死不承认，你要不是拿了家里的钱，你哪里来的钱开饭馆？谁都知道你没钱，要不是在家里拿的，谁信啊？就是你既然是拿家里钱开的饭馆，爸，别跟他废话，我们先把饭馆收回来。敢不交出来打断你的手！兄弟们，进去！从现在起，这饭馆我们接管了。梁白开的目光一凝，看向梁白金。此时他忽然明白了，这么多天梁白金都没来找麻烦，原来是等着这一刻。梁白金，原来你处心积虑的是想巧取豪夺我的何家店啊！什么巧取豪夺？你拿爸的钱开的饭馆，爸要收回来，怎么了？再跟你说一次，我没从家里拿过一分钱，开饭馆的钱都是我自己的。哈哈哈！梁白开说开饭馆的钱是他自己的钱，你们信吗？我不信。身后的混子们都很大声地配合着。我相信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，所有人都不由得朝声音发出的地方看去。只见一行3、5人正朝何家店门口走来。你谁呀？在这里信口雌黄！一旁的段勇此时却是一哆嗦，急忙拉了拉梁白金，示意他不要乱说话。你拉我干什么？段勇此时也顾不上和梁白金解释，飞快地走到那人面前。裴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来者正是裴鹤鸣，他带着几个朋友特意来给梁白开的何家店开业捧场，没想到竟然看见一群人正在为难自己的好兄弟以及合伙人。段勇，又是你个臭东西！裴老板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我明明看到你跟欺负我兄弟的人在一起。裴老板，这次真的不是欺负您兄弟，是梁白开他爸在处理家事。段勇此时生怕梁尚君和梁白金不知道裴鹤鸣是谁，赶紧介绍。军哥，白金，这位是咱们狮城的首富裴鹤鸣，裴老板。裴鹤鸣的名声梁尚君和梁白开自然是听过的，父子俩相视一眼，都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裴鹤鸣居然会来给梁白开撑腰。裴老板，这2位就是梁白开的父亲和哥哥。你虽然是白开的哥哥，但是你凭什么说他没钱？裴老板，您不知道，梁白开他就是国营饭店的一个帮厨，一个月就那么20-30块钱的工资，而且每个月拿的工资都上交给我妈了。白开没告诉你，我从他手里买过东西吗？您说这是我知道，他不就是在地里捡了一个什么宝贝，卖给您得了2000块钱吗？这个钱他早就挥霍掉了，不可能还有钱开这么大的饭馆，所以他肯定是从家里拿的。不信您问我爸，难道我爸还会冤枉他？不错，家里的几千块钱确实不见了，没想到这个逆子偷了来开饭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梁村长，几千块钱可开不了这么好的一个饭馆。兄弟，你开这餐馆大概花了多少钱？差不多2万吧。裴老板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替我那个不成器的小儿子说话，但作为他的父亲，知道他根本没有2万块钱。总之他的钱来路不正。梁村长，我敢保证白开的钱来路很正，你们有所不知，我的小兄弟梁白开，他给我卖的是古董，价格不是他哥说的2000，而是2万块。不是，裴老板，梁白开自己都说了卖了2000块，怎么可能突然就变成了2万块？就是什么古董能卖2万块钱？裴老板，你该不会为了袒护我那小儿子，才故意把2000说成2万的吧？我裴鹤鸣在狮城还有一点信誉，说出的话一口唾沫一个钉。梁尚君眼见口舌之争落于下风，恼羞成怒。裴老板，这是我的家事，希望你不要多管闲事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就你家的那点屁事，谁稀罕管？但你若想冤枉我的小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没门。我管我儿子，你能怎样？冰冰，把那个逆子给我绑回去。吴斌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立即对身后的一群混子下令：去，把他给我绑了。10几个混子一窝蜂地朝梁白开奔去。我看谁敢！裴鹤鸣横身拦在梁白开身前，他自有一股威势，一众混子冲到他面前就停下了。他就一个人，怕个毛！一众混子都是年轻人，平时跟着吴斌混吃混喝，见他发话了，立即对裴鹤鸣嚷了起来：老家伙，这里没你的事儿，赶紧滚，别耽误哥几个办事儿。我看你们谁敢！裴老板，你以为你一个人能拦住我们这么多人吗？裴鹤鸣气得鼻子都歪了，他以为凭自己的名声能够阻拦这些小混子，没想到竟然被一个小辈给忽视了。比人多吗？就在这时，一道炸雷般的声音响起，只见一个大块头蹬着一辆麻木车到何家店门口，他的身后跟着5、60辆麻木车，队伍浩浩荡荡的，领头的正是李爸。他之前就到了附近，一看有人找梁白开的麻烦，立即就去召集兄弟伙了。梁哥好。李爸、王大力、张强等人来到梁白开的面前，都一脸恭敬的打招呼。这阵仗就像是一众小弟见了大哥，场面极为震撼。
不只是围观的群众震惊，就连裴鹤鸣见了，也都露出惊讶的神情。他也没想到梁白开居然在一群麻木中有这么大的威望。哟，又是你啊！你不是比人多吗？来，看看现在谁的人多。上级说道：“无耻家人来我饭馆闹事，不料局长在我饭馆吃饭，反手被带进小黑屋。”大哥，今天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梁哥，你说哪里话？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，最后还是公安出面的。我心里有数的，谢谢你们了。我也没想到生意会这么好，害得你们兄弟伙来吃饭还要等。原本梁白开昨日是让李爸带人来捧场的，以防万一生意不好，开业冷场了不好看。不料今天开业情况特别好。这样吧，今天所有过来的兄弟，这顿我请。今天呢，能让你请。今天你开业，我们兄弟伙是来捧场的。梁哥要请客的话，改天请。今天我们自己出钱给你捧场。那就谢谢大家伙了。我老婆开的这个河渣店，以后就是大家的落脚点，大家想来的时候尽管来。梁白开再次致谢后，走到裴鹤鸣面前。裴老板，让你见笑了。没什么，恭喜你开业大吉啊！开业大吉就算了，最多是逢凶化吉。那岂不是更好？经过这次，以后只怕没人敢来你这里闹事了。没想到你的人脉这么广，不仅有一大群麻木跟你关系好，就连刘方敏都为你出头。裴鹤鸣是明眼人，一眼就看出刘方敏跟梁白开的关系不一般。改天咱们再聊，我得赶紧回厨房炒菜，不然老哥你还要一直等在这里。你赶紧回去炒菜，不用管我的了。随后一直忙到8点多，最后一桌客人总算是离开了，店里只剩下许晴晴和4个服务员。总算是忙完了，累死我了。以前就想过开业会很忙，没想到这么忙。许晴晴也累得够呛，不过开业头一天生意就这么好，她更多的是感到高兴，清点了一下今天的账目，足足有917块。开哥说毛利润在40%左右，今天一天就差不多赚了400块。许晴晴再次震惊，照这个速度，1个月就是一个万元户。算出来了吗？今天的营业额有多少？一共917块钱。我们发财了呀，老板，一天的营业额就接近1000块了。王小红等服务员听到这个数字也兴奋地喊了起来，看到几个服务员欢天喜地的样子，许晴晴也感到由衷的高兴，随后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大团结。今天开业，你们都辛苦了，这是发给你们的奖金。4人拿到奖金，顿时激动不已，全然忘记了一身的疲惫。此时城南村梁尚军家里，梁尚军，你好歹也是个村长，怎么连个儿子都管不住，害得我家冰冰现在还在小黑屋出不来。梁尚军又气又羞，偏偏还说不出话来。吴斌之所以被抓进去，完全是为了他家的事，结果当事人自己跑了，帮忙的反倒是陷了进去。银花，你也别埋怨军哥了。中午吴斌被抓之后，吴良就找了关系到局里捞人。以前吴斌也不是没进去过，基本上花点钱就出来了。可是这次不管他出多少钱，也不管他找了什么关系，那边就是不放人。老弟，这次是因为我的家事才让冰冰进去的，弟妹担心冰冰，说我2句是应该的。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，你别跟她计较，冰冰的事情我再另外想想办法。也不知道那个被试儿子离家出走后都干了些什么，竟然连裴鹤鸣和刘方敏都那么的帮着他。他还能做什么？不就是上次捡了一个好宝贝，攀上了裴鹤鸣这棵大树，然后才认识的刘方敏吗？否则靠他自己，刘方敏那样的大人物根本不会鸟他。吴良抬眼看了梁白金一眼，心里一叹，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就是一个草包呢？仅仅是一次交易，怎么可能有这么铁的关系？军哥，我还有一件事不解，想问问你。你有什么尽管问，我知无不言。以前你小儿子是很听你的话的，他怎么会在结婚后就突然离家出走，更要和你断绝关系？梁尚军心里一叹，梁白开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之前早有猜测，今天在跟其对话几句后就已经确定了。可是说出来太丢人了，哪怕吴良跟他关系很好，但此时也不得不说。梁尚军一咬牙，说出了杜梅来家之后发生的事情。你竟然想白金把许晴晴和徐美美都去了？吴良瞪大了眼睛，一脸的不敢相信。他自认为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也做不出这种事情。梁尚军的做法真是颠覆了他的认知，难怪梁白开要离开。村长，你就算偏向梁白金，但那么做也太过分了吧？于情于理确实不应该，可是梁尚军老脸有些泛红，自己也承认做得过分了，但还准备狡辩。吴叔婶儿，梁白开他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娶老婆？我爸那么做是我出的主意，他同意是心疼我。你们看他现在是怎么对我爸和对我的，他就是个白眼狼。军哥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不会说出去的。那混小子离家出走后，我本来以为他走几天就会回来，可哪里想到你们都以为他混不下去，最后还是会回来任由你们摆布，可是没想到他混得风生水起。梁尚军脸上尴尬，之前他确实是这么想的，没想到现实却给了他狠狠的一记耳光。军哥，事情我都明白了，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冰冰我会把他捞出来的，你儿子梁白开我也会把他带回来。上级说道。吴斌被带进小黑屋，第二天吴良便找上门威胁。欢迎光临，先生您几位？我就一个人。王小红怔了一下，店里的合渣套餐都是2个人起步的，一个人来吃饭的情况他还没有遇见过。怎么，不行吗？
吴良淡淡的说了一句，目光却看向了一旁的梁白开。当然可以，我们店里是2人起步，你一个人也收2分钱就行了。反正我一个人也要出2个人的钱，不如我请你吃吧。不用，我们有工作餐。那我跟你一起吃工作餐行不？不好意思，工作餐是给店里的人吃的，你来的是顾客，该怎么消费怎么消费。王小红在一旁看2人说话，感觉怪怪的，好像是熟人，但似乎又不带丝毫感情。小红，你先去忙你的吧。王小红应了一声，连忙转身走开。店门口此时只剩下他们2人。梁白开，你真是变了一个人似的。老辈子说的，穷则思变，变则通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应该喊我一声吴叔。梁白开从小到大都是喊他吴叔的，不过此一时彼一时。我们并不是亲戚，也没有什么感情，充其量只能算是认识而已，没有必要叫得那么假惺惺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吃饭，我们边吃边聊。你来吃饭我欢迎，聊的话就算了，我和你不熟，也没什么好聊的。我来就是想要和你谈谈的。吴良的语气变得低沉，似乎不容拒绝。你也说了，那是你想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吴良怔了一下，没想到梁白开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吴兵昨天来你这里，现在还在局子里，你不觉得谈谈对大家都好吗？那你应该去找公安，跟我有什么好谈的？一再被怼，吴良脸上的肌肉狠狠抽动，显然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。我来很久了，中午就看见刘局长又来你这里吃饭了。梁白开微微怔了一下，没想到吴良这么有耐心。经历过上一世，梁白开知道雄心谁都有，但是耐心才是一个人最可怕的品质。这种人能够隐忍，伺机而动，一旦出手就是致命一击。那应该是我这里的饭菜好吃，所以才有回头客嘛。梁白开故意装作听不懂他的意思，吴良气的鼻子都歪了。我是说你和刘局长关系很好，对吧？对，他让我喊他哥。吴良又是一惊，原以为是梁白开主动去抱刘方敏的大腿，但仔细回味这句话，梁白开的意思分明是刘方敏主动向他示好。白开，今天吴叔来找你，就是想请你帮忙给刘局打一声招呼，把吴兵放了。昨天确实是吴兵不对，我在这里给你道歉。吴良刚进店的时候，梁白开还以为他是来找麻烦的，此时才明白他的来意。不得不说，吴良不愧是敢黑吃黑生意还做得那么大的老板，能屈能伸。吴老板，你又没做错什么，不用你道歉。养不教，父之过。吴兵是我儿子，他做错了事，我这个当父亲的替他向你道歉。吴老板，抱歉了，你的道歉我不接受。又拒绝了，吴良很是头疼。纵横商海10几年了，他从没见过像梁白开这样说话又直又绝，一点余地都不留的。可是早上他又找人去了一趟局里，人家给他的回话是，刘局说了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谁也不准说情。他不想动用最后的底牌，这才来梁白开这里探探口风。本以为凭借他的老道3言2语就能把这个毛头小子拿捏，没想到梁白开油盐不进。白开，吴兵他现在人在里面，没办法亲自给你道歉，只要你开口，让刘局放了他，等他出来后，吴叔我亲自带他来，再给你道歉。吴老板，如果道歉有用，要法律做什么？实话告诉你，对吴兵进去这件事，我还没给刘局说什么。但如果你非要我去跟他说，我就让刘哥加重处罚。我开业他带人来砸场子，我不找他的麻烦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，还想让我去说情，我是头铁啊，还是自甘下贱啊？吴良闻言瞳孔骤然一缩，没想到自己低声下气，梁白开还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不是那就没得谈，而是本来就不用谈。梁白开面不改色，对吴良的威胁直接对了回去。作为重生的人，他知道吴良的底细，对这个人渣本来就没什么好感。好，很好，你有种。白开，所有人都小看你了，你很棒。吴老板谬赞了，没有人小看我，只是人都是会变的。书剑恩仇录看过吗？梁白开诧异了一下，不知道吴良怎么突然问了这么一句。看过金庸的小说吗？看过就好。书中的一句话送给你，情深不寿，强极则辱，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。吴良说完，狠狠地看了一眼梁白开，随后转身大步离开。白哥，那个人说的话好高深莫测的样子，他是在夸你是君子吗？你就当是吧。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什么叫当是？何家饭馆开业生意火爆，多家单位想要签单，我反手推出 VIP 充值卡。老板，在你们这里吃饭真的是又好吃又便宜。多谢您的夸奖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你就是这里的老板吧？我是这里的厨师。原来这么好吃的菜是你的手艺啊！认识一下，我叫高进，是狮城日报社的社长，你怎么称呼？狮城日报社也在五羊坝，距离何家店不到400米，算是离得很近。高社长，我叫梁白开。梁师傅好，我们报社平时也不少接待，你这里离我们很近，我想跟你签一个报社定点招待协议，你看可以吗？梁白开一听乐了，不就是想要签单吗？不过他可不想以后收账那么麻烦。高社长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暂时还没有和哪个单位签过这种协议。没关系的，那就从我们报社开始，以后肯定有不少单位愿意和你们饭馆签定点招待协议的。梁白开顿时无语，以为高进是个文化人，能听出自己的拒绝之意，没想到对方还是要继续签这个协议。无奈之下只好说道：高社长，我这里是小本买卖。高进这下算是明白了，原来这小子是不愿意做签单的生意啊。
要是别的店敢跟他这么说，他绝对转身就走。可是整个狮城饭馆虽然多，比这里好吃又实惠的还真一家都没有。他是真心想在这里签单。梁师傅，我是真心喜欢你们这里的饭菜，我们单位的接待不少，每次都付钱也麻烦，签个定点招待协议，以后吃完签个字，那多方便啊。至于结账的事，梁师傅不用担心，我们就签1个月一结，你看怎么样？别的饭馆与单位签协议，通常都是半年才结一次账，他主动提出月结，已经是非常有诚意了。高社长，这样吧，过几天我出一个合作方案，第一个找您，你看可以不？那行，我可是期待早点跟你们店把协议签下来的呀。多谢高社长看得起小店。随后高进告辞离开。许晴晴走了过来，高社长想签单，你为什么不答应？你都听见了呀？我觉得签单可以有一批稳定的客户，如果这样的客户多了，我们的生意就不用担心了。你真厉害啊！和渣店才开业2天，你连签单都知道了。中午你没在，芳姐过来吃饭的时候给我说的。梁白开诧异，他并不认识什么芳姐，也不知道许晴晴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一个人。芳姐就是刘局的爱人，向老的女儿。哦，他也要签单吗？签单不是可以拥有一批稳定客户吗？你为什么不乐意呢？我有更好的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签单的时候容易，以后结账的时候要对账，然后找这个签字那个签字，搞起来非常的麻烦。做生意哪有不麻烦的？到时候我去找人签字就是。梁白开没有做声，后是许多单位在外面挥霍公款，签单无数，最后很多餐馆都是被那些签单拖垮的。他可不想自己的老婆为了结账去找这个求那个的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们不做签单，改做 VIP 卡。VIP 卡是什么？ VIP 卡也叫贵宾卡，意思是指这个卡的人是我们何家店的贵宾。可是这个和签单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的 VIP 卡不光是身份的象征，还是一张充值卡，就是让客户先给我们付钱，然后他每次吃饭之后，消费就从充值卡里面的钱上直接扣除，不用每次都给钱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是觉得充值卡比签单要好了。那当然了，所以我们不用做签单。但是客人会放心的先把钱存到我们这里吗？做生意不仅要有人情，更要有利益有手段，咱们可以。梁白开耐心的解释起来，无非就是后市最基本的操作，充值多少送多少，优先安排就餐等。许晴晴听了之后一脸崇拜。开哥，你的办法可真多。那就这么说了，我今天晚上核算一下，看充值和赠送的比例多少合适，明天再做 VIP 卡。就在二人准备离开回家的时候，刘方明走了进来。刘哥，您怎么这个点过来了？来给你送这个驾驶证，今天刚办好的，下班了我就给你送来了。那谢谢刘哥了。都是兄弟了，还跟我客气什么？对了，刘哥，嫂子是做什么生意的？你嫂子是个裁缝。嫂子现在还开裁缝店吗？开啊，她喜欢做衣服，裁缝店一直开着。梁白开从中听出了一个关键字，继续试探的说道：那就是说，嫂子还做着别的生意了？也不算是别的生意吧，裁缝店是我们结婚后就开的，她的手艺不错，因此店里的生意一直很好。开裁缝店的时间长了，她带了几个徒弟，也存了一点钱，几年前就开了一个服装厂，现在有180个工人。梁白开点头，心中也暗暗有了想法。你怎么突然关心起你嫂子做什么生意了？有个项目我觉得还不错，想找一个合伙人，听说嫂子是做生意的，就问一下。那我回去后给他说一下，叫他明天来找你。生意的事我不懂，你们自己谈，不管谈不谈得成，都不影响我们的交情。刘哥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好了，不说生意上的事，你现在有驾照了，有没有想买一辆小车？梁白开一乐，他还打算找机会说买车的事，没想到刘方敏自己主动问起来了。刘哥，不瞒你说，我真有这个想法。你想买什么车？我帮你参谋参谋。买的话当然是想买一辆吉普车，不过市场好像没卖的，抽时间去看看捷达吧。你真想买吉普车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。算了，我就先买个代步车吧，等赚点钱了买好车的时候再找刘哥帮忙。刘方敏听梁白开这么说，以为是他钱不够，也没再多说。也行，先搞一辆小车代步，过几年再换。你如果选择捷达的话，去之前给我说，我陪你去，谭老板我熟，可以给你一个内部价。那就谢谢刘哥了。何渣店开业生意火爆，果反手为排队的客人推出2老级免费凉茶。师傅，帮我在这里加几张桌子板凳，再弄一个招牌，写上免费凉茶。好的，梁老板。第二天，梁白开一早去了金子坝，来到了红火酒精炉具厂。白开，你怎么有空过来了？福伯，我想找你做个水桶，在桶底下安个水龙头。好，这个简单，等下我就给你做好。那你先坐着，福伯，我去里面看看。去吧，昌盛，你陪梁老板参观一下。梁老板走，我带您去看看。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梁老板，我叫金昌盛。你跟白山哥是亲戚啊？白山是我妹夫。梁白开点头，果然和猜想的一样，本来正儿八经的办企业，最好是不要把亲戚弄进来上班的。不过早在他叫梁白进来金子坝建厂，他也就做好梁白山会招金家人进厂的心理准备。
现在一天能生产多少酒精炉子？现在我们的酒精炉子分2种，一种是金属焊接的，一种是用陶土烧制胚形，然后在上面加转荷叶开关。金属的全靠手工做，还要刷漆，相对比较慢，用陶土烧的就快多了，一次铸模可以成批的烧制。你们这么快就开始做陶土的炉体了呀？金昌盛介绍道，他们在保管室后面的山丘上挖了一个窑洞，专门烧炉体，一次能烧600个左右。总的算下来，2种酒精炉子一天的产量在700-800个。对此梁白开还是比较满意的，毕竟现在人少，而且技术都还不娴熟，也没有什么设备，能有这个产量已经不错了。随后金昌盛离开去忙碌，梁白开回到了外面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吧？挺好的，比我预期的还要好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觉得这段时间没白辛苦。对了，白山哥呢？没看见他。他除了拉货的时候，很少来厂里，基本上不是在外面跑业务，就是在酒精厂那边。那您和白山哥都不在，五金店谁看店？哪里还有什么五金店？现在都改成了酒精炉子店了。梁白开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梁尚福父子俩还真舍得下决心，竟然连老本行都不做了，一心来搞酒精炉子厂。这也证明自己没选错人。酒精炉子现在的销量怎么样？白开啊，你的眼光是真的好，这东西一出来，那真的是供不应求，现在是有多少就卖多少，很多老板还在排队等货呢。梁白开也没想到，这才短短几天销量就会这么好。看来白山哥是用心了呀。我就从来没看见过他这么有干劲过，不仅是他，就连我家的老大白水也跟着他在干。白山负责谈业务，白水负责送货，现在生意是好，就是送货不方便。梁白水送货大多都是用板车拉着去送的，几天下来人都晒脱皮了。等我见了白山哥，给他说一下，让厂里先买一辆130的货车，每个车的话送货确实不方便。白开啊，现在酒精炉子虽然卖得不错，但是厂子刚办起来，到处都需要用钱，买车的事还是等一段时间再说吧。其实梁尚福也想过买一辆送货车，还专门去打听过，可一辆130型的货车要4万5，直接把他吓退了。其实可以买个2手的，就算买了车，我们也没人会开啊。这个简单，先高薪聘请一个司机，然后让白山哥、白水哥都报名去学车。福伯你最好也去学一下，将来的社会不会开车可不行。梁尚福还想开口再说，福伯你就听我的吧，送货及时了，以后买车的钱赚得回来的。好，我听你的。福伯，你吃过大锅饭的亏，所以咱们自己的厂一定要做好按劳分配。那是必须的，我们现在实行的按劳取酬，多劳多得。梁白开趁机给梁尚福讲了一些管理的经验，两人交谈甚欢，聊着聊着，梁尚福似乎想起来什么。白开有个事你要注意一下。福伯，什么事啊？7号那天你开业，吴兵不是被抓了吗？梁白开点头，这事他自然知道，而且吴兵前天还因为这事来找过他，想让他开口找刘方敏。吴兵昨天出来了。梁白开听了，并没太在意。那天吴兵虽然聚众闹事，但说到底也没多大个事，毕竟还没打起来，也没伤到人，最多也就是个寻衅滋事，关了好些天了，放出来就放出来了呗。梁尚福见梁白开浑不在意的样子，昨晚我回城南村的时候，听你伯母说，吴兵回来扬言要你好看。对此梁白开一点也不意外。没事，他不惹我就算了，真敢惹我，指不定谁好看呢。你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，他仗着他爹有钱，虽说也开了个饭馆，但其实就是一个花花公子，结识的都是一些混社会的，跟他斗，把自己搭进去划不来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没办法。梁尚福理解的点了点头，担心的看了他一眼。说起来这件事也跟你爸和你哥有关系，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现在半个城南村的人都在编排你，说你不孝，说你是白眼狼恩将仇报，说你娶了媳妇忘了爹，总之说什么的都有。福伯，没事的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，不用管他们。到了第二天，何家店门口的凉茶已经摆出来了。哇哦，这家店门口还有免费凉茶，记得昨天路过的时候还没有，估计是昨晚连夜做出来的。应该是每天都有人排队，老板估计是想让排队的客人等的时候舒服一点。排队等候的客人对新出现的凉茶赞不绝口。到了晚上，最后一桌客人离开。老板，今天外面排队的人都说有了板凳和凉茶，等着舒服多了，夸赞你为他们着想。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我们开店做生意，肯定要多为他们考虑，这样生意才能长久。老板，你说的话好有道理，原来你这么有学问呢。而且白哥做的这个凉茶真的太好喝了，我都忍不住多喝了几碗，还带一点甜。这是我特意加了多种中药熬的，有清热解火的功效。中药做凉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不过真的好喝。何家店推出免费凉茶，深受客户喜欢。刘局夫人上门想合作办场。我做的凉茶是以中药材熬出来的，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，比普通意义上的凉茶更好。我们就提供一个免费的凉茶而已，有必要搞得那么好吗？老婆，不管我们做什么，要做就做最好的。如果我们做的凉茶不仅好喝，而且很特别，那么传播力就不一样了。开哥，你说的好有道理，听你的，咱们就做最好的。到了7点多，客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刘方敏和向淑芳两人走进了店。刘大哥，你来了，正好试试我做的凉茶。白开，这是你嫂子。嫂子好。
你既然喊我嫂子，那我就喊你白开了。我虽然是第一次见你，不过老刘和我爸可是一直夸你，不止一次听说你了。闻名不如见面，让嫂子见笑了。没呀，见面才知道，你比他们说的还要帅。来，嫂子尝尝我做的凉茶。这茶怎么有一股中药味？这是我用中药材熬制的。这也太好喝了，这个凉茶专门做了卖的话，应该有市场。梁白开一笑，专门卖肯定有市场，要不然后世那个红罐罐凉茶也不可能一年卖几十个亿。如果能投资办厂的话，营销做得好，非常赚钱。白开，你让你刘哥给我带话，说有个生意要谈，不会就是准备做这个凉茶吧？不是的，芳姐，凉茶本来我是想免费提供给排队等候的客人和路人喝的，想跟你谈的是另一个生意。这么好喝的凉茶，你就免费提供给路人喝了？一碗凉茶而已，大热天的，路人渴了喝一碗也没什么。古人有诗州，老弟，你这是准备施茶，都是行善积德的好事，我支持你。我倒是没想那么多，只想着既然放在了路边，反正排队等的客人可以喝，那么有需要的路人也喝一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何乐而不为，这是率真啊！就凭你这份率真，将来成就一定不小。我看好你。刘大哥抬举我了，但行其事，莫问前程。我没什么理想，只想跟老婆好好过日子。好，跟我一样，我也是这样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们说正事。梁白开对刘方敏歉意的笑了笑。先不说你想谈的别的生意，这个凉茶我也很感兴趣，怎么样？我出资金，你出技术，我们合作。梁白开倒是意外了一下，如果能做凉茶的话，那当然是更好了。芳姐，你想做凉茶肯定没问题，不过不用急，先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即便是办凉茶厂、征地、建厂等一大堆事，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搞好的。现在已经是7月了，就算我们的速度再快，厂建起来也是在夏天的尾巴上了。而凉茶最适合销售的季节就是夏季，还不如等我这边先免费提供凉茶，让人们先试喝，让他们接收并习惯喝这种口味的凉茶。向淑芳笑眯眯地看着梁白开，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人才。白开，关于凉茶的事，就按你说的，先不急。那你说说，原来准备和我谈什么生意的？芳姐，我想和你谈的生意是一次性杯子和一次性碗。向淑芳愣住了，杯子和碗有瓷的、木头的、不锈钢的，就没听说过一次性的。杯子怎么还一次性了？是用一次就扔了吗？那也太浪费了吧。其他人也一脸惊讶地看着梁白开，对他说的一次性杯子都不理解。现在才1988年，按照历史的进程，一次性碗和杯子的出现还要等好几年。他也是在给客人提供凉茶的时候发现用碗不方便，需要重复的清洗，才想到了后世常见的一次性水杯，简单的把原因说了一遍。王小红几个服务员听得心潮澎湃。白哥，要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们以后岂不是省事了？想到一天要洗100多个碗我就头疼。你头疼什么？老板不是说了明天就来一个专门洗碗的，我看你分明就是懒。王小红等人笑嘻嘻地说道。向淑芳听了眼睛一亮，特别是王小红的那一句，我看你分明就是懒，让他很有触动。这个世界很多广受欢迎的产品都是方便懒人的。白开，听你这么一说，一次性杯子感觉很有市场了。是的，这个以后可以普及到家庭、办公室以及各个公共场合。一次性杯子在家里有什么用？现在家里来客人，不管多少人，也不分主人还是客人，都是在一个茶缸里喝茶，这样既不卫生也不文明。如果有一次性杯子，来一个客人就给他单独倒一杯茶，那多好。对，我有时候去别人家做客，哪个人都喝过的杯子递给我，我就不愿意喝，可有时候还不能不喝。女人都比较讲究卫生，向淑芳的话立即得到了王小红等人的认可。芳姐，你是做生意的，也经常有客户来找你谈生意吧？向淑芳点头。客人来了，你给他泡一杯茶，客人一走，又要倒残水，又要洗茶杯。如果客人来的频繁，是不是感觉很麻烦？以前只觉得麻烦，但从来没想过怎么解决这么问题。可是你刚才一说一次性杯子，我就觉得豁然开朗，完全可以解决那样的麻烦了。芳姐，你遇到的那些麻烦，其他的老板领导都会遇到那样的麻烦。对对对。聊到这里，向淑芳要不要跟梁白开合作做一次性杯子和一次性碗，已经不需要多说了。等4个服务员走后，两人商谈起具体的合作内容。梁白开负责提供产品设计图纸、生产工艺，向淑芳负责建厂。在占股比例上，向淑芳坚持2人55分账，梁白开拒绝了，同样提出只占小股。芳姐，我有成熟的想法，知道一次性杯子要怎么做、怎么卖，但还是找人合作，就是我不想参与经营当中去。你参不参与经营，不影响你和我占一样的股份了。芳姐，如果合作要长久的话，不能这样。难道姐以后还能因为你没参与经营，说你什么不做还分那么多钱吗？芳姐当然不会这样。那你为什么还坚持只当一个小股东？因为做人做事一定要懂规。恶毒哥哥眼红我的饭馆生意火爆，竟找人上门污蔑。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突然一大群人嚷嚷着来到店外，其中还有人抬着担架，担架上躺着的人脸色苍白。这是怎么了？人都那样了，不送去医院抬到这里来干嘛？我明白了，他是想先吃饱了好有力气去医院治疗。这是我侄子，他中午在这个喝茶店吃饭，然后下午就食物中毒了。我来找店老板讨个说法。老板，滚出来！
黑心的老板用的肯定是坏了的食材，不然那么多菜怎么可能那么便宜？只要1块钱一个人。什么食物中毒？应该不会啊。是啊，这家店的老板连凉茶都免费让人喝，怎么会用坏的食材？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。中毒的人都躺在这喽，难道我还能冤枉他们？所有人都朝担架上躺着的人看去，只见他脸上苍白，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，看起来不像是装的。老板，快点滚出来，不给我们一个说法，我们跟你谋完。这时许晴晴从店里走了出来。大家先别慌，先把事情了解清楚。你是谁呀？我们是来找店里的老板的。我就是老板。那好，既然你是老板，我的侄儿和他朋友在你这喽吃饭，然后就这样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现在都是你的一面之词，他们到底是不是来我们店里吃的饭，总该先确认一下吧？我侄儿说了，就是在你们饭店吃的饭，难道我还冤枉你不成？怎么，你还想抵赖吗？来我店里吃饭的人，我肯定有印象，我先看一眼行不？好，就让你先看一下再说，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抵赖。只要真的是来我店里吃饭的客人，我许晴晴绝不会抵赖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哎，你自己看。许晴晴朝担架上躺着的人看去，她依稀有点印象，中午确实是来店里吃过饭的，心里不由一紧。但是店里的食材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这点她也同样坚信。许老板，你看过了，那你说他中午有没有在你的喝茶店吃过饭？没错，他中午是在我们店里吃过饭的。哈哈哈哈，老板自己承认了，我这儿就是在这家店吃饭的，结果食物中毒了，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位大哥，现在人都这样了，还是先送到医院治疗，其他的事等人没事了再来说也不迟，你看行吗？你说的轻巧，像这样就把我们打发走，你们我们把人送医院治疗好了，你们不认账怎么办？对，不给说法，我们绝不走，大家以后都不要来这家黑店吃饭了，万一吃出来问题，那就划不来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先把人送到医院，医药费我先出，等他们脱离危险了，我们再说也不迟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那你想怎样？首先要老板承认错误，是他们店使用了有毒的食材，或者做出来的饭菜不卫生，导致了我侄子食物中毒。其次，先拿出5万块医药费，用于救治我侄儿。围观的路人瞠目结舌，医药费开口就要5万，还说没多要，这也有点太离谱了。许晴晴也没想到中年人会这样狮子大开口。人送到医院，医药费我可以先垫付，用多少垫多少，但肯定用不了5万。不行，必须先把钱给我，由我去交医药费，不然万一治疗的途中你不给钱了，我找谁去？既然我答应管这事，就一定先治好他们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不相信你这个黑心老板，必须先给钱，不然我们不会把人送医院的。到底是人重要，还是在我这里闹重要？你们难道一点也不在乎他的安危吗？中年人顿时语塞，躺在担架上的男人似乎听不下去了。我们就算死，也要揭穿你这个黑店的真面目。二叔，他们不给钱，就不答应去医院。我侄子可是说了，哪怕英勇就义，也要把你们这家黑店的真面目揭穿，让你们的店开不成。对，必须让他们关门。我看是谁要我们关门。就在这时，梁白开从店里走了出来，身后跟着王小红和王小平。开哥，你来了。老婆，你先进屋，接下来我来处理。看出来了，我以为你会一直当缩头乌龟不出来，只知道拿女人当挡箭牌呢。就是你带头来闹事的。中年人一愣，没想到梁白开不仅不理会他的嘲讽，还咄咄逼人问他是不是带头闹事的，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呀。我们的人吃了你家的饭菜，食物中毒了，我们是来要说法的，怎么就成了闹事的呢？呵呵，食物中毒，你说是就是啊。你老婆都看过了，她都已经承认了，难道你还想抵赖？白哥，老板只承认那几个人中午来吃过饭，没承认是吃了我们的饭，食物中毒。梁白开点头，看了一眼担架上的男人，我看他不像是食物中毒啊。我就是食物中毒，现在都快嘎了，哎呦呦，好难受。王小平，刀来。王小平答应一声递了过去，梁白开菜刀在手，顿时整个人变得杀气腾腾。梁白开，你要干什么？恶毒哥哥为了得到我新开业的饭馆，竟联合偏心父亲3番5次找我麻烦。梁白开，你要干什么？哟，连我的名字都知道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梁白开冷笑一声，走到年轻人的担架旁。妈的，该老子倒霉，开饭馆没几天就遇到你吃成了食物中毒，反正你已经中毒活不成了，看你拖着不死疼的难受，还不如我给你一刀，让你少受一点痛苦。老板可不能砍下去啊！梁师傅，别冲动！围观的人都是大惊，纷纷喊道。闹事的人也被吓懵了，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呀。梁白开，光天化日你还想拿菜刀砍人？你就不怕罪加一等？反正他嘎了，老子要吃花生米，那毒死他和砍死他有什么区别？别怕，我的刀很快的，一下就能砍下来，你就不用这么痛苦了。救命啊！之前还仿佛只剩半口气的青年，在梁白开的菜刀下好似觉醒了洪荒之力，一个翻身，连滚带爬的朝外面跑去。围观的众人都被这突来的变故给整得不会了。什么情况？他不是食物中毒快不行了吗？怎么突然爬起来了？岂止是爬起来了，
还跑得比兔子都快，666啊！老子还真以为他食物中毒了，欺骗我的感情。一瞬间，群情激愤，都对逃跑的青年破口大骂：“短毛，你他喵的跑什么呀？李叔，我要不是跑得快，脑袋都搬家了。”这时，梁白开提着菜刀，缓缓走进了中年男子。你想干什么？他跑了，你说我想干什么？你别乱来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现在知道是法治社会了，之前坑人的时候干嘛去了？梁师傅，揭穿他们就行了，不过非要砍的话，就只砍2条腿好了。梁白开，你先把菜刀放下，我们赌一把如何？中年男人一愣，感觉有点跟不上梁白开的脑回路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赌什么？我们就赌公安来之前，我能把你分成几块。中年人大惊，此时非常懊悔接了这么一个活，招惹了这么一个疯子。我问你一句，你答一句，敢说一句假话，我先砍左腿。说，谁叫你们来的？是梁白金和吴兵。梁白开冷冷一笑，对这个答案并不意外，早就听福伯说过，吴兵曾扬言要自己好看，只是他没想到吴兵会请人来装食物中毒。让开，让开！就在这时，人群后响起一阵脚步声，围观的人纷纷朝后看去。都让开，是公安来了。中年人一听是公安来了，不仅不害怕，反而松了一口气。他现在宁愿落在公安手里。梁白开就是一个疯子。公安同志，快抓我吧，求求你们！带队的人正是刘方敏。他在接到许晴晴的电话后，第一反应就是梁白开的店里不可能出现食物中毒，肯定是有人来闹事，担心好兄弟梁白开出事，便立即带队赶了过来。万万没想到，还没等他发威，就听见有人求着自己抓他走。邮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子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？你干嘛的？怎么回事？公安同志，我叫李有田，我带着几个人假装食物中毒，来和渣店闹事，向店老板讹诈5万块。我聚众闹事，惹是生非，你们快把我抓走吧！刘方明等人一阵无语。路上，刘方明可是跟他们说了，他老弟梁白开肯定是被人讹诈了，要他们去了狠狠教训讹诈的人。没想到来了之后，还没出手，此人已经什么都说了，还求着被抓走。这趟警出的算是白来了，长见识了。刘方明也是一乐，这才想起梁白开，朝他看去，只见他手里提着一把菜刀，心里顿时一紧，嫌疑人都吓成这样了，梁白开该不是砍伤了几个人吧？紧张的四处看看，也没见血迹，暗暗松了口气。此时尹许国走到李有田面前：“是你呀，李有田。”原来也是老熟人了，是个惯犯，曾2次被尹许国抓。是尹队长啊，尹队长好，你又抓到我了，太好了！尹许国一阵无语，这他喵的都说的什么虎狼之词？李有田，你平时不是比谁都红吗？怎么今天这么乖？尹队长，我今天踢到铁板上了，梁白开他是个疯子，拿刀砍人啊，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。此时刘方敏正和梁白开说着话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自己动刀算怎么回事？我没动刀啊，血都没沾。血都没沾，你是怎么把他吓成这样的？我10几岁就到国营饭店当帮厨，练的就是刀工，一把菜刀在手里，就跟自己的手似的。你就不怕失手？就算刀锋离人只剩1毫米，我也能瞬间让他稳稳的停住。这么厉害？小声点，可别给我传出去了，不然以后吓唬不到人了。还以后不准拿菜刀吓唬人。今天是我来，你才没事，不然就凭那些人讲的，其他的人来了，都得先把你抓紧去再说。所以啊，我先让晴晴给你打电话，没有直接报警。以后遇到什么事，先给我说，知不知道是谁指使的？问出来了，就是开业那天来闹事的那些人。姓吴的那个小子啊，你要注意一点，他爸有点关系，如果那个人出面找你麻烦的话，还真不好应对。此时桥头堡饭店，梁白金、吴兵等人聚在一起。他喵的，没想到梁白开现在这么狠，居然拿着菜刀砍人。冰冰，你别听跑回来的那几个鼠辈吹牛，梁白开什么性子？你看着他从小长大的，能不清楚吗？要怪就怪那个李有田，都他喵的找的一些什么人啊，血都没流，就先吓得屁滚尿流了。要我说啊，你们别去惹梁白开算了，那小子邪门的很。伟哥，你怎么帮梁白开说话呢？我们才是兄弟啊！正因为我们是兄弟，我才跟你说实话。仔细想想，从开业那天，梁叔、吴兵、吴叔去了那么多人，结果呢，吴兵还进去了几天，要不是吴叔的关系硬，恐怕你还在局子里。伟哥，你也说了，梁白开都害得我进去了，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对，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吴兵，以前你和梁白开的事我不知道，不过今天既然知道了，我帮你出一口气就是。这时一旁的阮小五开口说道，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街溜子，人称央批。吴兵一脸高兴，别看阮小五身高不足1.6米，身上没有2两肉，但他央痞的外号不是白来的，凡是在狮城混的人，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胆寒3分。央痞是要你能让我出口气，我吴兵一定重谢。都是兄弟，说这些没意思，你就看我的吧。好，我就给你1天时间，要是抓不到人，自己打报告，调回你老家当指导员养老去。话接上集，恶毒哥哥屡战屡败后再次找人搞我。央痞，只要你能帮我收拾梁白开，我一定重谢。都是兄弟，说这些没的意思。那是在狮城混的，谁不知道你央痞仗义？
为兄弟出头没二话。杨痞，梁白开可是敢动刀子的人，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出来混的，谁身上还没挨过几刀？早知道就不找李有田那个怂包了，找杨痞你带人去，说不定这会儿5万块钱都到手了。我出手，他还想5万块把事情了结了，没那么便宜的事。杨痞，据说梁白开跟刘方敏是拜把子的交情，你做得过了，刘方敏怕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伟哥，你知道我杨痞出来混，跟别的混混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不管是整人还是打架，从来都不会蛮干，也不会留下把柄让条子找到我头上。那是，不然道上的人怎么都喊你一声杨痞哥？杨痞哥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等着吧，明天保管你们听到好消息。梁白开并不知道，一场针对他的阴谋开始了。晚上，刘方敏带着众人在何家店吃饭。老弟，我就先走了，以后有什么事第一时间电话联系我。好的，刘哥，我知道了。夜晚，整个城市都陷入夜色笼罩的寂静中。此时，几个黑影从新建街的一栋房子里走了出来，几个人蒙着面，手里拎着棍棒，一路小心翼翼地朝西施何家店摸索而去。梁白开还在睡梦中，就被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惊醒。白哥，开门，快开门！怎么了？白哥，不好了，何家店出事了。随后，梁白开、许晴晴二人来到门外。小平，何家店怎么了？我早上去买菜，骑着3轮车到店里，刚到门口就看见一面墙上全被砸了，外面的来桌子板凳全都被砸了。那店里面呢？店里面没什么事，咱们怎么办？白哥，开哥，你说是不是昨天那班人干的？晴晴，你先在家里休息一会，我去店里看看再说。走，我和你一起去。那好，等下咱们一下去。辛苦你了，小平。白哥，我没事，就是店被搞成那样了，怎么办啊？别着急，你先回店里去吧，先别乱动，等我来了再说。好的，白哥。随后，梁白开与许晴晴也一同来到了店门口。在路边拉客的麻木李爸路过何家店，看到这一幕，担心梁白开出事，此时也在门口等着。大哥，你也在这呀？梁哥，我路过看到这一幕，你没事吧？这是谁干的？我没事，还不知道。太缺德，太欺负人了。此时，许晴晴委屈的眼中泛起了泪花，自己就想好好开何家店做生意，又没找谁惹谁，却总是有人来找麻烦。梁哥，肯定是昨天那帮人干的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召集兄弟伙，就是翻遍师城，我们也把他们找出来，交给梁哥处理。昨天来闹事的人，现在都还在公安局里面关着呢，不可能是他们。不是他们，那是谁干的？突然，李爸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开业那天，那个叫吴兵的，肯定他们干的。”不得不说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李爸一个5大3粗的汉子，也很快想到了背后的元凶是谁。梁哥，你怎么说？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就去把他们召集起来。召集大家做什么？当然是以牙还牙。我们可是早就打听清楚了，那个吴兵就在桥头堡开了一家饭馆，他敢叫人来砸你的饭馆，我们也去把他们的饭馆砸了。梁白开能感受到这个汉子的愤怒，也相信只要他点头，他真的会喊上麻木兄弟去把吴兵的饭馆砸了。大哥，你别冲动，没证据的事也不要乱说。梁哥，这么明显的事，你赶快去跑车吧，这边的事我自己来处理，真有需要的话，我会给你说的。那好吧，梁哥，有事你别一个人扛，我们兄弟伙都在呢。梁白开笑着答应，目送李爸离开。开门吧，小平。白哥，要不要先给刘局长打一个电话？这个时候他还没上班。打到他家里，让他过来看一眼，我们再收拾。不用，收拾就是这件事，我心里有数，不用每次都麻烦刘哥，我也能解决。开哥，你别又像昨天一样动刀子。昨天许晴晴打完电话后出来，正看见梁白开拿到砍里锋，当时差点把他吓得瘫软在地上。现在想起来，他还一阵后怕。白哥，这样的事交给公安处理好一些，你自己没有必要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不会乱来的，收拾干净，咱们继续开业。白哥，可是桌子凳子都坏了，只要人还在，桌子凳子坏了咱们可以买新的。原本难过的许晴晴听到这话，突然变得坚定。开哥，你说的对，只要人还在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开何家店，送凉茶。我们的店他们砸不垮。对，白哥，我们不怕他们。王小平说完，正准备去开门，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慢着！众人一回头，却见刘方敏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梁白开心里一叹，他不让许晴晴打电话，就是不想麻烦刘方敏，没想到他还是来了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人给我说你的店被砸了，我就过来看看。怎么，我不来，你还不准备给我说啊？哪能啊，我是准备等你上班后再给你打电话的。你要是想给我打电话，早就打了。妹子，他不说，你也不跟我说吗？许晴晴默默低了低头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你记着，以后有什么事先给我说。许晴晴看了梁白开一眼，点了点头。刘方敏说完，两人这才来仔细的看这一片狼藉，想起昨天还当着梁白开说看谁以后还敢在你这里闹事，结果才过去1个晚上，梁白开的店就被砸成这样，这脸打得啪啪作响。刘方敏的眼里闪过凌厉的杀机。就在这时，一阵警笛声响起，五羊坝派出所的所长刘建国和几个公安一路小跑了过来。龙局，刘建国头上冒着冷汗，小心地跟刘方敏打招呼。
龙局，在我的辖区里发生了这样恶劣的事件，是我的工作没做好，我失职。你这是失职吗？你简直是渎职！就在昨天，这里才被一帮人聚众闹事，讹诈钱财，现在人还没出来，这才过去多久？一个晚上，又有人跳出来制造这种恶性事件。刘建国呀，我就问你，五羊坝的治安，你到底能不能管好？龙局，您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对辖区开展严打，一定把辖区的治安搞好。刘建国，你要是管不好，我就换一个人来管。龙局，我保证3天内绝对把这次肇事者抓到，严惩不贷。3天？哼，就这么个破事，你还要3天才抓到人？我看你是30里晚上玩龙灯，越玩越倒数了。龙局，一天我必定把人抓到。好，我就给你1天时间，要是抓不到人，自己打报告，调回你老家当指导员养老去。